就在他中枪的一瞬间，一个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也同样捂住胸口，仿佛中枪了一般。可他们并不是双胞胎，而是平行宇宙中的另一个自己。为了便于区分，我们把这里称之为 B 世界。两个世界的妮娜同一时间都在去往医院的路上。A 世界的妮娜无比平静，反观 B 世界的她则浑身抽搐。到最后，妮娜在安详中闭上了双眼，那种感觉用她的话来说，就像是跳进无形的河流，任水流将你席卷而去。然而就在下一秒，眼前的画面逐渐变为一片空白，妮娜竟然真的打开了时空的大门，穿越到 B 世界。不过此时的她还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自己样貌似乎发生了变化。当她看向自己的双手，更加确信这并不属于她。能听到人们讲话，但感觉声音非常遥远。她头痛欲裂，直到无法忍受昏死过去。等妮娜再次醒来，护士询问她的名字，她脱口而出说自己叫帕瑞，这是她被领养后一直用的名字。随即护士递给她一张身份证，可问题就出在这里，信息显示证件上的名字叫妮娜，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千金大小姐。妮娜向护士要了一个镜子，镜子中的她不知何时皮肤变得细腻而光滑，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区别。这的确是自己，但却又感觉不是自己。她赶紧检查胸口处的枪伤，竟然没有一点受伤的痕迹。她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真的穿越时空了。护士看她的状态有些不正常，立马把她当成精神病来对待，要给她注射镇定剂。妮娜知道自己没病，哪肯乖乖就范？她开始拼命挣扎，想逃离这里，但还是失败了。平静过后，妮娜的监护人给她带来2个消息，说这里的确有她要找的人。不过坏消息是，那个叫河马的人是一个精神病医生，暂时联系不上。好消息是他联系到了妮娜所说的养母，在监护人的带领下，妮娜和养母进行视频通话。她激动地和养母打招呼，可对方看起来并不认识她。养母说自己确实领养过孩子，不过是个男孩。妮娜瞬间明白过来，在这个时空里，他们夫妇俩去领养孩子时，并没有遇到儿时的自己，也就顺理成章的领养了姨妈给他们推荐的男婴。视频结束后，妮娜被告知要强行隔离观察14天，如果反抗，可能会被直接关进精神病院。在隔离之前，监护人准备带她回家拿一些换洗衣物。推开门，妮娜彻底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看着偌大的豪华公寓，感觉既陌生又羡慕。被囚禁7年的她，哪里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在这里，帕瑞不仅看到了自己儿时的照片，还有自己与父亲的合照。原来这个世界的他一直和父亲生活在一起。随后他又看到当年校车事故中那些死去同学的照片，并且监护人说他从来没有失明过。由此推断，事故当天 B 世界的妮娜并没有坐上那个校车，也就造就了2段截然不同的人生。随后妮娜被带到隔离的私人诊所，她把所有事件的分叉口归纳总结，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切都与濒死实验有关。这时走廊里传来阵阵脚步声，一个男人正在朝他走来。随着男人的样貌逐渐变得清晰，激动地叫出了那个日思夜想的名字。可河马的眼神里却只有陌生和疑惑。他低头看了一眼工牌，才恍然大悟般松了口气。妮娜蜥蜴地看着他，可听到的却是 Call me Dr. Roberts。妮娜的笑容逐渐消失，难道自己进错了时空？他带着疑惑跟河马走出隔离室，河马说要带他去见一个人。途中，妮娜看见了让她更为震惊的一幕：这些被关起来的人都是 A 世界中被博士当作实验体的同伴。虽然样子有所变化，但不难看出他们都认出了自己。时空没错，可问题出在哪了呢？思考间，妮娜来到走廊尽头的房间，也看到了那个让她恨之入骨的男人——亨特博士。亨特一眼便认出了妮娜，妮娜目光逐渐变得凶狠起来，突然挥拳朝亨特扑了过去。而冲动的后果就是被束缚衣牢牢控制住。情绪稳定后，亨特向他讲述了前因后果。他说，濒死实验的作用其实是窥探其他生命，就像套娃一样，让意识进入到平行时空的身体。而河马的情况比较复杂。那天拆散他们之后，亨特把所有人带到一片田野，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致命毒药，同样也包括他自己。毒药的发作时间是15分钟，目的就是为了逼他们用其幻术跨越时空。在剪断所有人的绳子后，河马第一反应就是逃跑，可没跑多远就停了下来，因为他明白短短的10几分钟不足以让他找到救援。最终回到队伍，一旁的瑞秋劝道，等到了那边再跟他算账也不迟。于是大家便做起了奇幻术。在毒药发作的前一刻，所有人一起穿越到了这个 B 世界，而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亨特一脸胡茬，是个心理医生；蕾拉患有自闭症，瑞秋患有失语症且无法写字，完全失去了沟通能力；辫子则是一头短寸且不再病恹恹，而河马迟迟未醒。这时辫子一把掐住亨特的脖子，眼看就能置他于死地。可万万没想到，救下他的竟然是最后醒来的河马。原来河马的意识并没有穿越过来，或许已经死在那片田野上了吧。说到这里，亨特再次向妮娜提出联手的想法，并保证不会再伤害他们。但妮娜却表示，无论在哪个时空，你都只是个刽子手。见妮娜态度如此坚决，他抄起桌上的小时钟，狠狠朝自己的脸砸了下去。正当妮娜不明所以的时候，一个护工冲上来把她控制住。她这才反应过来，原来亨特是想用这种方式诬陷自己，证明他有暴力倾向，然后囚禁她。她极力的解释，说自己已经被捆住了双手，明显不是她做的。但事实摆在眼前，谁会相信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呢？她被护工粗暴地拽了出来。此时她的男友河马刚好路过，河马伸手拦住护工，妮娜趁机挣脱控制，扑进河马怀里。河马安慰她不要怕，说会保护她。妮娜误以为河马已经恢复记忆了，可惜并不是。他偷偷从身后掏出一针安定剂，给妮娜打了进去。原来他只是担心妮娜的喊叫会吵到其他病人。妮娜强忍着睡意对他说，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来的。
其实河马的做法都是亨特博士授意的，任务就是让他搞清楚妮娜到底是如何穿越到 B 世界。次日，俩人各怀心思，进行1对1治疗。河马的每句提问都在试探他的穿越之法，而妮娜的每句回答都在引导他恢复记忆。突然，妮娜似乎想起了什么，起身做起了开合跳，并让河马跟他一块做。因为曾经在妮娜最无助的时候，河马教她用开合跳的方式找回了自我，所以妮娜想用这种方式唤醒河马的记忆。河马跟着做了几下，可惜并没起什么效果。突然，头顶的天花板里传来一阵响声，妮娜猛然想起，河马曾在一次濒死实验中穿越到一个通风管道里，她断定响声就是 A 世界的河马弄出来的。河马认为他又在胡言乱语，于是伸手向天花板中摸索了几下，然后嘲笑道：“看到没，里面什么都没有。”事实上，世界的河马确实被一条手臂吓到了，只是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自己的手。正在俩人就此事争执时，护士突然闯进来说：“一个只穿着内裤的病人在走廊里乱跑，怎么也抓不住。”不用怀疑，那正是 A 世界的河马。这下妮娜更加确信，这2个时空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但现在的河马根本不相信他的话，妮娜伤心不已。突然，她脑子闪过一丝灵光，然后在纸上画了起来。不一会儿的功夫，5个人像就被她勾勒出来，正是送她穿越时空的几个人。妮娜不敢相信地看了看手，绘画能力并不属于她，显然是继承了 B 世界妮娜的能力。到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她一眼就认出了靠在窗边的同伴蕾拉，但对方却有些精神恍惚。这时辫子过来告诉她，蕾拉已经被亨特彻底洗脑了，这里比亨特囚禁他们的牢笼还要可怕。作为大家的主心骨，妮娜有了一个新的计划，随即拿出刚刚的画像，说只要能联系到这些人，就有办法让他们回到世界。而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揭穿亨特的真面目，让河马重新站在他们这边。但问题来了，亨特的实验室只带瑞秋去过，可这里的瑞秋因为一场事故导致他患有失语症，也不能写字，彻底失去了沟通能力，根本不知道怎么把信息传递给他们。瑞秋为此也很自责，妮娜安慰他说，可以用别的东西代替，只要能表述大概意思就行。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瑞秋眼里泛起亮光，缓缓走向柜子，他一把打翻装桌游的盒子，然后从散落的模型中拿起了一个小房子，可在他手里就代表着一个惊天秘密，因患有严重的失语症，所以他只能用这种方式来揭穿亨特博士的阴谋。众人纷纷猜测模型的含义，当有人猜到是一个房子时，女孩表现得十分激动，显然是猜对了。接着他又拿起几个彩色小人，小伙猜他是彩虹，大爷猜他是儿童，答案接近了，大爷接着猜青少年，女孩点点头。接着他又举起一个版图，有人猜世界，有人猜维度，当猜到是地图时，女孩终于笑了，可妮娜却笑不出来了，因为亨特博士的阴谋竟然是用一个个年轻的生命来打造一个多维空间地图。这时女孩又拿起一枝花树，这又代表什么意思？花园、温室、阳光、植物，这些都猜过了，可惜都不是。就在答案逐渐接近时，亨特突然闯进来打断了他们，辫子冲上去想给他们争取时间，被护工直接电晕。最终女孩被亨特带回实验室，开始了今天的人体实验。亨特发现每个人的大脑里都有颗种子，只要在水里浸泡48小时，就能从耳朵里长出一株植物，而唤醒这颗种子的就是这栋独一无二的绿房子。这也恰好对应了女孩想表达的意思，房子、青少年和花束。而瑞秋所见到的仅仅只是个皮毛，真正的核心全在那个密室里，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今天亨特从密室中出来并没有锁门，于是他趁亨特不注意偷偷溜了进去，究竟看到了什么暂时还不得而知。总之他的世界观从这一刻起彻底崩塌了。亨特把他拽出来，想对他洗脑，可瑞秋根本不吃他那套，什么狗屁科学论，他只知道那是一条条人命，举起手术刀就对着亨特刺了下去，然后把他逼到角落，想凭一己之力干掉这个披着人皮的禽兽。亨特猛然发力，甩开了瑞秋，但谁能想到，那看似微不足道的一推，偏偏让瑞秋的后脑着了地，已然没了生机。这一刻，要是妮娜在这该有多好！凭借着妮娜与河马联手施展的奇幻术，她一定能像当初的辫子一样重生。可惜她没有辫子的好运。然而就在这时，瑞秋的瞳孔里燃起了星星之火，随着那些光斑的不断变化，瑞秋的意识再一次穿越到了 A 世界。可这里没有能够让她附着的躯体，只能以灵体的状态游荡在空中。尽管如此，她依然在想办法把信息传递出去。这时她看见一个敞着门的房子，顺着楼梯来到2楼，又进到一间卧室，最终附着在一面镜子上。我想她或许已经找到办法了。这时一阵震脉冲般的声音传到男孩耳中，他顺着声音寻去，镜子中突然多出一个人影，可身后却空无一人。这时他耳边传来一阵歌声，他壮着胆子看向镜子，歌声正是来自镜中的女人。可还没等他看清，女人就消失了。男孩越想越觉得不对劲，突然他像是知道了什么，于是赶紧召集同伴。他隐约觉得那女人似乎与死去的同伴妮娜有关。妮娜曾对他们说过，她有一个唱歌很好听的朋友叫瑞秋，或许瑞秋是在用歌声向她传递信息。歌声只有简单的3个音节，对应的字符是 BA，那正是贝波爱的名字缩写。于是几人找到贝波爱老师，问他是否最近收到过什么启示。贝波爱说自己的确梦到有人找他帮忙，但问题来了，虽然他看不清找他的人是谁，但可以肯定那是个男人，并不是妮娜。这下众人更加疑惑了。为了探知究竟，几人决定带上镜子，
找个灵媒问问。可就在去往灵媒家的路上，车子似乎撞到了什么东西，一个急刹车，镜子被甩了出去。等卷毛出来查看时，镜子已经变成了一堆碎片。于是他们只好带着碎片来到灵媒家。卷毛拿出镜子，希望他能帮忙联系镜子中的灵魂。灵媒看了一眼碎片，立马紧张起来，并让卷毛赶紧盖起来，因为镜子一旦破碎，镜中的灵魂便会重新找个地方住。他可不想招惹一个陌生的灵魂。有些灵魂为达目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于是他们赶紧把家里的镜子盖了起来。做完这些，灵媒让他们手拉手围成一圈，开始进行通灵。他在中间摆了一个盘子，如果灵魂收到感应，自然会在盘子上留言。现在只需要所有人把精力集中在盘子上，然后静静等待。这时男孩又听见了昨晚的嗡鸣声，还隐约觉得身后有什么东西正在呼唤他。男孩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这时电视突然亮起，画面不断跳转，众人也都围过来。看来那灵魂是想通过电视来传递信息。画面中是一个盲人女孩，后来能看见了，代表失而复明的妮娜，一双穿过水流的手，代表穿越，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妮娜穿越到另一个维度。原来妮娜并没死。而接下来的信息则更加直接 ，Only 代表只有 ，BBA 代表被不爱 ，Go 代表去 ，Safe 代表安全，连起来就是只有被不爱去才是安全的。看来妮娜似乎遇到了麻烦，需要他们的帮助。最后画面定格在一个花瓣形状的窗户上，贝不爱突然若有所思，然后缓缓向电视靠近，鼻孔也开始流血。就在他触碰到屏幕的一瞬间，屏幕突然碎裂，信息消失了。同一时间，近百名女性都做了同一个梦，她们都梦到了那个花瓣形的窗户，还有一个男人。画家根据他们的描述，得到了近100张素描，最终都指向了同一个人。男人在墙壁中发现一个手机，手机里是一款解谜游戏，据说只要破解了游戏的第5关，就能获得亿万财富。无数青年为此疯狂，有的甚至精神失常跳楼自杀。卡里隐约觉得这似乎与自己一直追查的多起人口失踪案有关，为此他不得不尝试解开谜底。游戏的第1关是一道谜语：海洋之上，星辰之下。他拿起手机对着阶梯比量了一下，发现阶梯里还有隐藏图像，最终聚焦在一只飞鸟上。这也太简单了吧！可就在他输入答案之后，却提示回答错误。一旁的玩家告诉他，你只有3次机会。接着他又把手机对准身后的海边，图像显示出一个飞机跑道，应该是飞机。回答错误，难道是自己遗漏了什么？这次他把手机对准了天空，屏幕上显示出飞机的型号，这次不会再错了。输入 BA411，成功开启第2关。第2关的谜题是3智者，这下真把卡里难住了。不过虽然他不擅长游戏，但他善于卡 bug 呀。找个游戏开发者问问不就知道了。于是他借用自己私家侦探的身份，查到了游戏的开发公司，冒充清洁工混了进来。可万万想不到，所有的技术人员都不是在开发游戏，而是在分析着一段段录音。他觉得此时另有蹊跷，于是偷偷钻进通风管道，来到了核心区域。接着他就看到了更为震惊的一幕，下面躺着的是数不清的女人，每个人都在记录自己的梦境。他越来越疑惑，却也知道自己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卡里找到其中一个梦境提供者，通过他挖出了游戏公司的梦境分析师。分析师是个年近古稀的老太太，负责研究交错梦境。通过对每天近400个梦境的分析，发现有3个相同的图像高度重合，分别是棺材大小的隧道、盘旋的双面楼梯和花瓣形彩色玻璃窗。然而放眼全球，只有一栋建筑同时包含了这3个特点，就是那栋绿色的房子。没人知道房子的作用是什么，不过这游戏设计的初衷就是引诱他们去那栋房子。卡里通过调查发现，房子的所有者是一个叫妮娜的女人，目前被关在一家精神病院中。于是他以调查失踪案为由，有了和妮娜的这次会面。卡里道明来意，说想去那栋房子看看，可能失踪的孩子就在那里。听到这儿，妮娜突然明白了瑞秋之前向她表达的含义，有许多青少年在那栋绿房子里，这里一定跟亨特的人体实验有关。但房子里有什么，妮娜并不知道，因为那段记忆并不属于她，只有 B 世界的妮娜知道。但她还是谎称自己被打了太多安定剂，一时想不起来，说只要卡里带她逃离这里，她就能帮忙解开谜底。卡里犹豫再三，最终同意了。妮娜不等他啰嗦完，直接把一旁的花瓶摔碎，成功吸引看护的注意，趁机溜了出去。但门口还有门卫把守，于是卡里把车钥匙交给妮娜，让她开那辆橘黄色的车来接应，自己去对付门卫。可卡里又怎会料到，妮娜根本不会开车，被囚禁了7年，她连方向盘都没摸过，但还是凭着聪明的头脑把车给启动了。至于水平怎么样，我只能说瞎子看了都得捏把汗。那车径直就朝卡里撞了过去，不过这一下也变相让卡里摆脱了控制。有惊无险来到餐厅，卡里给他看了第2关的谜题，但妮娜根本不明白啥意思。卡里这才知道自己被骗了，气愤地让他自己看手机里的照片。然而就在妮娜翻到一个失踪女孩时，妮娜彻底惊呆了，因为这女孩在自己的时空里是个男人，也就是瑞秋联系过的那个男孩。妮娜又问卡里还知道亨特什么信息，卡里说亨特曾是游戏公司老板皮金斯的心理医生。至此，所有的线索全部连起来。皮金斯通过游戏引诱青年去那所房子，而亨特负责对那些孩子做人体实验，但究竟是什么实验还不得而知。如果想探知真相，必须得打开这把密码锁。妮娜曾在自己的公寓里看到过一模一样的密码锁，但很遗憾，她并不记得自己家的密码。卡里为了帮她想起密码，给她讲了一段很长的故事。突然 What's the number? 10-15-87. 卡里赶紧输入密码，密码正确，门打开了，满墙的录音带映入眼帘。这本不足为奇，
但诡异的是，里面记载的竟然全是梦。梦里是一个男人正舔舐着女人身上的汗渍，似乎他知道这汗渍中烙印着女人的秘密，而那个女人就是他，妮娜。但那个梦属于另一个自己，此刻的他也在探索这个秘密。而随着一个笔记本的发现，秘密被逐渐揭开，本中夹着一张纸条，上面是6个英文字母。卡里立马发现其中的端倪，只要把3根手指盖在上面，就只剩下3个 Y， 代表3智者，那正是游戏第2关的谜面。这时妮娜猛然想起，她手机里就有3智者的联系方式，电话拨通，从对方口中得知，3智者并非是3个人类，而是一个地方。这里表面是个服装店，其实里面另有乾坤，是一间神秘酒吧。在接头人的带领下，妮娜被带到一个昏暗的房间，接头人亲吻了一下她的头发，立刻出现2个人捆住她的双手。妮娜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能心里暗暗发怵。而卡里此时已经摸进了酒吧的演播厅，随着播报员的倒数，妮娜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倒数结束，幕布拉开，台下挤满了乌泱泱的观众，身后的黑布透露着一丝神秘的味道。这时黑布揭开，主角出现了。妮娜在影子里看到一条条触手还在缓缓蠕动，那竟然是一只巨大的章鱼。章鱼伸出触手，直接捆住她的手臂，吸盘附着在皮肤上。妮娜的心脏开始狂跳。神奇的事发生了，章鱼居然对她说话了。Greet them. 但显然声音只有他能听到。原来妮娜的作用就是给章鱼当翻译。章鱼说他叫老叶，因为对人类充满希望，所以才愿意以这种方式交流。但今晚不能像往常一样表演了，因为他终于有机会和天使谈心了。显然天使指的就是妮娜。老叶要帮他解开身体隐藏的秘密以及他的使命，为此老叶必须要杀掉他。37秒，前提是妮娜要同意他这么做。其实妮娜对死亡并不陌生，她已经死过无数次了。但老叶此刻从她的汗渍中依然尝到了恐惧的味道。妮娜问道：“这次我能活下来吗？”而他得到的答案是，那取决于你的兄弟救不救你。可他并没有兄弟。老叶解释说，无论在哪个维度，天使克顿都会派他来保护你，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妮娜犹豫了片刻，最终她的答案是 Old Knight, you have my permission to kill me. 触手突然发力，勒得他无法呼吸，青筋暴起。就在他窒息的那一刻，舞台瞬间变了模样，那是一片原始森林，一个穿着睡衣的女孩在森林里奔跑，身后就是刚刚死去的妮娜。她要在37秒内找到自己的使命。这时睡衣女孩停下了，那正是她儿时的自己。小妮娜带她走进棺材，棺材里躺着的是不久前死去的同伴瑞秋。她小心地靠近，就在触碰到棺材的同时，空中传来一个声音对她说：“你要找的答案就藏在一道门后面。”话音刚落，瑞秋突然睁开眼睛，样子竟然变成了妮娜。她不停地敲打水晶棺，这时耳边也传来章鱼的倒数。随着倒数结束，妮娜又回来了，但却迟迟未醒。同伴卡里不停地给她做心肺复苏，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妮娜终于活了过来。原来在妮娜濒死关头，是卡里砍断章鱼的触手，救下了她。卡里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游戏里的那道门，失踪的那些孩子一定就在这里面。妮娜也觉得自己所要找的答案就藏在门后，于是俩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走进了同一道铁门。他们前脚刚进去，铁门立马就自动关上了。门里是一个狭长的隧道，越往里深入，隧道越狭窄，只能爬行通过。爬到一半，卡里突然意识到这里就是总算爬到了尽头，可前方却被铁窗挡住了。这里似乎是一个井底，想爬上去简直是痴人说梦。正在他们一筹莫展时，身后开始不断涌出水流，水位逐渐上升，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两人淹没。他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借着水的浮力往上游。最后从井口爬了出来，来到一个地下室，墙壁边的台阶非常狭窄，只能侧身攀爬，最终从一个壁炉里钻了出来。这里能见度很低，好在卡里找到一桶汽油，做了个临时火把。随着继续深入，也终于找到了那个盘旋的双面楼梯，现在只差花瓣形玻璃窗了。于是俩人开始在楼梯上探索，却没找到可进的门，又从另一边走了下来。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楼梯看似普通，其实另有玄机。也就在这时，细心的妮娜发现这里的地砖竟然是活动的，还有磁性。瓷砖的背面似乎是一个拼图，妮娜立刻明白，或许把图案拼好就能解开谜题。这时突然一道人影闪过，由于光线太暗没看清，以为只是眼花了，于是继续拼图。卡里也在拼图的同时讲述了关于这所房子的传说。19世纪初，一个灵媒发现了一处天然泉眼，据说可以让人开上帝视角。其身为工程师的丈夫为了保护泉眼，就根据妻子的梦境，在泉眼之上建了这个谜一样的房子，而谜底就在彩色玻璃窗之外。随着故事结束，拼图也刚好完成。这时楼梯后传来异样的响动，于是俩人一左一右同时冲上楼梯，但这次却来到了不同的地方。妮娜这边是一个空旷的房间，只有一张壁画挂在那里，而卡里这边则是一条狭窄的走廊，只有一道木门可以进入。但就在他进屋的一瞬间，身后的门突然关闭，木门变成了壁纸，连个缝隙都没有，俨然成了一间有去无回的密室。他想破窗而出，可每一扇窗帘后面都是被封死的墙壁。房间里只有一张床，用手敲了敲床下的地板，发现下面竟然是空的。原来床下另有玄机，似乎连接着某处。卡里刚一进屋，就被眼前的房屋模型吸引了，因为那模型简直就是这栋房子的缩小版，甚至连里面的结构都复刻了。最后他把目光锁定在那扇花瓣形的窗户上，他用手指捅开窗户，里面立马发出刺眼的光亮。他刚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却不料竟然从窗户里流出水来，同时墙壁中又出现一道门。他壮着胆子推开门后，是一片空旷的世界，脚下是松软的沙土，
他摸着黑继续前进，突然钻出一个黑影，把他吓了一跳。黑影似乎藏在洞里，接着他就看见一个裸露的人突然冲向他，把他拽倒。卡里虽然害怕，却还是继续向前爬。然而这样的洞穴还不止一个，每一个洞穴里都藏着一个人，似乎要把他拽进洞里。他艰难向前爬行，总算摆脱了控制。尽管不知道前方是什么，但身后一定是炼狱。可这里似乎也好不到哪去，屋里散发着诡异的红，四面八方全是镜子。卡里刚一进来，就感觉自己头晕目眩。他顺着镜子摸索了一圈，结果都是死路。终于他找到了出路，顺着目光向下看去，房间里端坐着一个人。他小心地掀开黑袍，下面是一个形如枯槁的老人。他认出了老人的身份，那正是前段时间给过他帮助的年轻女孩。女孩说出口就在这间屋子，但自己没找到。这时他猛然想起之前发现手机的破洞，里面似乎有面镜子，很有可能和这里是相通的。再看左侧，不知何时出现一扇门，于是卡里赶紧从镜框上卸下一根铁棍，敲碎左侧的玻璃。这里果然是相通的，墙壁被他砸了个稀巴烂。就在卡里抱着女孩出去的同时，妮娜这边也有了发现。她摘下那幅壁画，似乎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可后边却传来开门的声音。她刚把手放上去，墙纸就被她捅了个窟窿。于是她赶紧撕开墙纸，走了进去。房间里只有一扇铁窗，连接着外面的大树。再看那棵树，不正是卡里在房屋模型中看到的树吗？就在这时，树枝仿若活了一般，他抓住妮娜头发的同时，还传来一个声音，似乎正在呼唤他。妮娜毫不犹豫地爬上树干，就在爬到最顶端时，突然掉了下去，竟然来到了一个地底世界。那是一个巨大的树根，盘根错节的根须里包裹着一个女人。眼前的世界也打破了女人的认知。这时树根突然动了起来，细小的根须缓缓爬上她的手掌，脑中也开始传来无数个声音。那些声音似乎像是在讨论女人的身份。讨论终于有了结果。也就在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以妮娜为中心的树根发出耀眼的光亮，逐渐向四周扩散，迅速向远处蔓延，犹如电流一般，所到之处都开始呼唤她的名字。初始，根茎也用他们独有的方式向妮娜表示欢迎，讯息还在传递，直至扩散到整片森林时，妮娜终于理解了他们的语言。大概意思是，我们一直在地球内部呼唤你，终于把你等来了。妮娜仔细回忆了一下，儿时的自己确实曾听到过这种语言。原来指尖感受到的拉扯和耳边划过的风，都是来自地底的呼唤。树根对她说，你的敌人将会得到一样足以摧毁你的东西，而唯一能与之抗衡的方法，就是把各个维度的同伴召集起来。但妮娜不愿让他们以身犯险。树根解释道，人类就和森林里的树一样，都无法独自生存。一棵树病了，我们便会集体输送养分，你的同伴们也正在找你的路上，而你现在必须找回完整的自己。说完便把妮娜送回了地面。灰头土脸的妮娜来到水池前，打算清洗一下，可就在水拍在她脸上时，脑中瞬间多了一个记忆片段。恍惚间她好像明白了什么，于是赶紧返回自己的公寓。结果回到家却发现屋里一片狼藉，可奇怪的是，什么贵重物品都没丢，那就说明对方不是谋财，而是在找更重要的东西，或许跟记忆片段中的那串钥匙有关。父亲曾说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果不其然，钥匙根本就没藏起来。妮娜仔细端详着钥匙，感觉和普通的钥匙扣没什么区别。然而她稍微一用力，里面竟藏着一个 U 盘。U 盘里是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人是那个梦境分析师。他说自己发现了那所房子的真相。随后出现的女孩就是失踪已久的米歇尔。她在打开那扇彩色玻璃窗后，画面出现了干扰，之后就晕倒了。女孩到底怎么了，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卡里也说自己有一个重大发现，昨晚从那房子里逃出来后，正在路边等待救援，结果被路过的车溅了一脸水。而就在这时，那个被他救起的老人已经不是苍老的模样，更离奇的是，他的耳朵里竟然长出了一株植物。听到这儿，妮娜终于明白瑞秋拿起的那束花所代表的含义。亨特所做的人体实验一定是在培养这些植物，但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自己都要阻止他。和忧心忡忡的两人相比，亨特此时却一脸享受地泡着桑拿。然而就在此时，男澡堂里竟然进来了一个女人。男人们慌张地捂住关键部位，并提醒她女澡堂在隔壁。可女人却说没走错，因为女兵区里没桑拿。男人们都以为她一定是个疯子，便灰溜溜地跑了。可他们不知道，这个看似疯癫的女人其实并没疯，她真正的目的其实是来找最后剩下的亨特，确认他是不是和自己一样也是个穿越者。于是便借口说自己有耳鸣，甚至还能让别人听到。说着便把耳朵凑了过去。亨特将信将疑地贴上去，结果俩人都在对方的耳朵里听见了耳鸣声，而女人也终于确定亨特就是穿越者，因为这种能让别人听到的耳鸣是每个穿越者都会留下的后遗症，唯一能缓解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完全浸泡在水中，并把这方法交给了亨特。亨特试过之后果然好多了，也终于向女人坦白了身份。随后俩人便进行了一场穿越者间的对话。一姐直言自己已经穿越过无数次了，并且可以随意进入任何想进的时空，而这正是亨特一直梦寐以求的，于是便虚心请教。一姐告诉他，另一个时空的声音片段就是穿越者的灯塔，但不论用什么方法穿越，都需要一种能量作为燃料，至于燃料是什么，他也解释不清，但可以展示给他看。随后俩人就展示到了床上，这段不好看，我帮你们看了。完事后，一姐拿出5个正方体，就在摆放完成的那一刻，正方体居然自己动了起来，这就是一姐所谓的能量。正方体褪去外壳，露出3条机械臂，机械臂开始舞动起来。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所做的
正是其幻术的动作。就在完成最后一个动作时，一姐也随之穿越了。眼见正方体就要回归原形，亨特赶紧上前阻止，终于在最后一刻抓住了其中一个，这也将成为他下一个穿越时空的钥匙。再看一姐这边，此时已经来到了那个神秘酒吧，好巧不巧的，妮娜也来到了这里。而他此行就是为了向酒吧老板了解 B 世界妮娜的生活习性，但一旁的一姐却打断了他们。他道明身份后，告诉妮娜，想救河马就必须释放元宿主的意识，并进行整合。至于方法，就是找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梦魇，并战胜它。妮娜问他为什么要帮自己，而一姐的解释是自己已经给了亨特一些东西，帮你只是为了一种平衡。说完便扬长而去。随后妮娜找到卡里，告诉他自己要去唤醒记忆，不能陪他找失踪的孩子。卡里认为这只是妮娜随便找的借口，为此还大吵一架，说就算没有你，我也一样能找到米歇尔。随后他打算问问那个梦境分析师到底发现了什么，可到了地方却发现有点不对劲。分析师身上爬满了乌鸦，80岁老人畏罪自杀，临死前他留下一段视频，说罪恶的根源就在这所房子里。随后视频中出现的女孩在打开那扇彩色玻璃窗后，画面出现了干扰，随后便倒地不起。为了查明真相，卡里找到了晕倒的女孩，可女孩的奶奶却说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话。她说那并不是自己的孙女米歇尔，米歇尔的灵魂还在那个房子里。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所有曾梦到过那所房子的女人，最后都同时梦见了一张男人的脸。画家根据他们的描述，最终得到的画像全部指向一个人，那正是卡里。这下卡里更加疑惑了，但也更加坚定的要解开那所房子的秘密。他不知这一曲能否活着回来。给妻子留下遗言后，便毅然决然地走进了房子。他熟练地摆好地砖拼图，再次来到镜子屋，打开白天发现的那道门，直觉告诉他这里面一定有什么细节是他没注意到的。果然就在关门之后，他发现了门上的字，上面写着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卡里思索片刻，便开始往回走，来到那口古井，跳了下去。井底是那个封锁的铁窗，原来铁窗后还有机关。他打开铁窗，向着殷红的方向游去，可当他游出水面，却发现出口很高，好在还有一个云梯。顺着梯子爬上来后，卡里终于找到了那个花瓣形玻璃窗。当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窗户，彻底被外面的景象惊呆了。那里更像是一个缩小版的世界，而且能看到自己的家。仔细一看，那不正是自己的遗言吗？而他之前曾看到的房子模型，不知什么时候也跑到里面去了。最后他竟然真的在这看到了米歇尔，不过那样子更像是个男孩。卡里激动地呼唤米歇尔的名字。Michelle！ 米歇尔也听到了他的呼唤，可奇怪的是，他根本看不见卡里，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回到那里。他顺着梯子爬上来，就在伸手的那一刻，突然时空扭曲，米歇尔的灵魂也回到自己的身体。他激动地抱住奶奶，但问题来了，如果 B 时空的米歇尔是个女孩，那么 A 时空的男孩巴克又是谁？而此时的巴克正在和同伴们讨论拯救妮娜的计划。这时长毛有了发现，他找到了曾经囚禁妮娜的地方，位于一个不毛之地，但长毛一直以来就没什么存在感，众人都认为根本没有这个地方，也就没当回事。就在这时，贝布爱感觉到自己一阵心慌，他突然意识到，如果穿越到另一个维度，可能就意味着会在这个维度中死亡。但眼镜可没时间听他胡言乱语，提醒众人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夜里，贝布爱做了一个梦，梦里长毛正躺在床上，表情十分痛苦。他说惊醒之后，老师第一时间奔向帐篷，不过还是晚了一步。此时的杰西已经没了任何反应，朋友们不停地给他做心肺复苏，可还是无济于事。这时巴克突然想到了一种办法，或许还能救他。于是他和卷毛开始做起其幻术的动作，直到太阳升起。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众人都想放弃了。Don't stop! Why are you stopping? What do you mean? Homer and I waited them all night for Scott Brown. All night into the morning. This is Jesse. 同伴劝他接受现实，说警察就快来了。卷毛只好先和众人离开。车上氛围异常凝重，卷毛不停地用头撞击车窗，他认为是自己的忽视才造成了这种结局。昨天他明明看到杰西身体不舒服，可他却一心只想赶路。卷毛沉思良久，觉得自己要为杰西做点什么，于是拼命地朝海边狂奔。可赶到时，却发现那里已经被警察包围了，只能眼看着杰西的尸体被抬走。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方再次做起了奇幻术，从清晨坚持到日落。他坚信即使不能让杰西死而复生，也能让他的灵魂得到解脱。也就在此时，卷毛突然像是得到某种启示，他回到家用推子剃去满头卷发。同一时间，老师也恍然大悟，杰西的死不是意外，而是自杀。昨天杰西信誓旦旦地拿出一张地图，说找到了囚禁妮娜的地方，而那张地图也在老师的梦里出现过。因为大家对杰西的忽视，所以他才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唤醒他们的重视。于是他们根据地图找到那个诊所，这里似乎已经荒废很久了。屋子的中央有一个被黑布遮挡的物体，巴克一把掀开黑布，里面是个5边形水族箱，除了破败以外，和妮娜所见到的那个并无二致。也就是说，这里一定和 B 时空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时卷毛突然出现在门口，他说 I need your help. 原来他就是老师在梦里看不清的人，只不过因为头发的原因，他当时并没认出那是卷毛。卷毛说他在剃光头发之后得到了一种启示，妮娜现在正身陷囹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强烈的窒息感席卷全身，可他却依然不肯出来，因为只有在濒死的边缘，他才能唤醒另一个自己。就在他窒息的一瞬间，眼前的世界突然变了模样，而他也变回了儿时的自己。还没等他明白怎么回事，时光竟然开始倒流了。
往事的一幕幕不断的涌入脑海，那曾是他最恐惧的梦魇，可现在却不得不面对。如果不能在7分钟内整合记忆，他的身体就会彻底死掉。好在他最终找到了命运的分岔口，原来这个时空的他并没有坐上那辆校车，也就造就了2段截然不同的人生。随后他又看到了一些记忆片段，那是他不曾有过的生日，不曾有过的爱情。原来这个时空的妮娜看到了世间的一切美好，可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却经历了世间的一切苦难。最后他找到了命运的交汇点，就是他中枪的那一刻。至此2个时空的妮娜总算是合为一体，是时候跟亨特算一算总账了。而亨特此时正进行着一场重要的人体实验，他从辫子的耳朵里取出一株豆芽状的植物，在培养液的浸泡下，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株白色花朵。亨特小心翼翼地剪断一根花蕊，他刚把花蕊放进嘴里，脑海中瞬间传来一些声音片段，听声音似乎有人受伤了，还听见自己亲昵地叫着妮娜的名字。亨特恍然大悟，那里就是要带妮娜去的时空。但妮娜的到来却让他有点惴惴不安，因为他从没见过妮娜抽烟的样子。于是他叫河马先下去应付一下。妮娜看见昔日的爱人，却表现得十分冷漠，甚至还出奇的在电梯里开起了玩笑。河马被他逗得人仰马翻，然而下一秒妮娜就吻了上去。河马愣住了，那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刚回过神，又看见妮娜的手掌贴在玻璃上。河马看到这一幕，条件反射般的把手贴上去。这时河马的脑海中又多了一段记忆，那是他们被囚禁的7年时光。他们彼此睡在同一张床上，却从未触碰过对方。薄薄的玻璃却成了他们之间的天堑。在妮娜与亨特见面之后，医院的电力突然出现了问题，虽然有备用电源，可河马还是被锁在了电梯里，只能眼睁睁看着妮娜被亨特带走。不知为何，河马突然感觉一阵心慌，曾经共同经历的磨难正一点点的浮现，还有共同见证的奇迹。想起来了，他全都想起来了。然而被困在电梯里的河马，此刻却是那么的无助。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妮娜的名字，想把妮娜叫回来。可引来的却是另一个人，那正是一起穿越时空的同伴蕾拉。蕾拉质问他：“你现在到底是河马还是罗伯茨医生？”河马无奈地说。河马十分担心妮娜的安全，让蕾拉赶紧去救她。可蕾拉闻言却悄悄地走了。不过显然河马的担心是多余的，整合过记忆的妮娜此刻已经占据了主动。亨特反而显得唯唯诺诺，以为是妮娜的元素主回来了，最终顶不住她的气场，只好答应把她迄今为止所有的实验成果展示给她看。随后带妮娜来到曾杀死瑞秋的那间实验室。可就在妮娜进屋的那一刻，她的世界观彻底崩塌了。那是一个神秘花园，而花园的种子竟然是……放眼望去，这样的花草还不止一棵，而每棵背后都连接着一个时空。眼前的景象无时无刻都在冲击着妮娜的神经。这时妮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急忙跑过去，那正是和她同甘共苦7年的同伴。一时心急，同伴的名字脱口而出，但这一举动也让亨特识破了他的身份。原来亨特的真实目的就是要带妮娜穿越到一个他们相爱的时空。随即他摘下一片花瓣，说只要有了这个，就等于有了穿越时空的灯塔，不会坠入无形的河流。可妮娜并没有理会他，因为她发现水中浸泡的几副躯体都是她在世界的同伴，法国佬、杰西还有卷毛。一旁的亨特极力解释说这不过是探索未知的一点点成本而已。可妮娜却摇摇头，她的心早已千疮百孔，但她也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苦难不过是成为天使的必经之路。看着面前被光芒笼罩的妮娜，亨特的阴暗面被照射得无所遁形，他慌张地跑出实验室，妮娜紧随其后。可推开门，妮娜却愣住了。院子中摆放着5个半人高的立方体，只是他还不知道这些立方体是用来干嘛的。不同时空的卷毛等人也来到了妮娜所在的院子，仔细一看，他们所站的位置和5个立方体摆放的位置如出一辙。突然，5个立方体同时打开，每一个都露出3条巨大的机械臂。原来这些就是穿越时空所需的燃料。这时亨特出现在妮娜身后，他说自己在辫子的身体里找到了一个时空，在那个时空里，你会忘记对我的仇恨，也不再记得你是谁。I would never forget myself. 亨特轻蔑一笑，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说完，亨特按下了遥控器的按钮，机械臂立即做起其幻术的动作。这时卷毛也感应到了另一时空的异常，随即也开始做起了其幻术。就这样，在2个不同时空的同一地点，敌我双方将同时开启跨越时空的大门。此时妮娜也意识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厉声道：即使穿越，我也会把你带到我们都已经死去的维度。亨特对她的挑衅并未理会，自顾地把花瓣含在嘴里。另一个时空的声音片段瞬间涌入脑海，眼看亨特就要得逞，好在脱困的河马及时出现，狠狠地打了亨特一拳，然后卯足力气又是一拳，把亨特打倒。随后他转头看向妮娜，他刚要说些什么，突然身后一声枪响，子弹击中了河马，河马瞬间泄力，瘫倒在妮娜怀里。他用颤抖的声音对妮娜说 I remember. 可他却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时妮娜也感应到卷毛他们传过来的能量，他告诉河马一定要坚持住，我们就要穿越了。也许在那个时空我们都不认识对方，但你一定要找到我。
妮娜缓缓起身，此时2个时空的奇幻术都已经到了末尾阶段。这时妮娜摊开双手，似乎接受到了某种指引，亨特的眼神也随之逐渐抬高，他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升向了天空。而这神圣的一幕刚好被花瓣窗后的卡里看到，妮娜也同样看到了卡里。2人之间的隔阂顷刻间烟消云散。随着妮娜的身体不断上升，卡里的心灵也被这万丈光芒洗涤着。他知道妮娜即将成为天使，眼里满是欣慰和祝福。可不料花瓣窗里突然闯出一只白鸽，飞出窗外后立马消失不见。随着一阵能量波动，妮娜身体如绳索断开，随后急速下落。此时周围的时空开始扭曲，她也随之坠入了无形的河流。与此同时，卷毛也突然陷入昏迷，下落还在继续。就在他即将落地的一瞬间，环境也随之一变，他被重重的摔在地上。卡里急切地走上前一看，下面竟然变成了一个剧组拍摄现场。亨特也被带到了这里，强烈的耳鸣让他几近崩溃。可看到眼前的世界，他却差点笑出了声。这不正是自己最想去的时空吗？当他再看向妮娜，他后脑着地，鲜血直流。亨特急忙跑到他身边，伸手一摸，竟然顺手带下来一个假发。一旁的工作人员叫的名字也不是妮娜，而是布利特。当卡里再看向窗外时，花瓣窗外已经变成另一幅景象。最后，布利特被抬上了救护车，亨特紧随其后。护工见他形迹可疑，便伸手拦住他。可亨特却说受伤的是他的妻子。就这样也进了救护车。救护车火速赶往医院。这时车尾突然出现一个奔跑的身影，他凭着矫健的步伐追上了救护车。仔细一看，那不正是卷毛吗？卷毛上前握住布利特的手，神情十分紧张。随后他抬头望向亨特。 Hello, Hap.